怎么？我们都知道柬埔寨的诈骗园区很可怕，里面有关人的、伤人的、害人的一大堆。结果没有想到，今天有官方带着这个记者就进去之后，发现不得了了，这个所谓的诈骗园区里面竟然有实景。它是什么？它是柬埔寨版的好莱坞，你知道吗？它里面竟然会有，你看到证明就是一个上海公安的警察局。这根本是1:1还原的，是没错。赵哥，你先来看一下这2张照片，你觉得哪一张是真的上海公安局？这个吧。好，赵哥，你会被骗，你是被骗高危险群。我是高危险群。你这样，因为左边这一张照片一起 gay。这是假的，诈骗集团创设的一个摄影棚。我是高危险群，右边的才是真的。不过我跟大家赵哥报告，因为我也以为左边才是真的公安局啊，所以我也是诈骗被骗的高危险群啊。为什么这个东西会被爆出来呢？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有讲到叫做泰柬战争？对，当时泰国为了打仗，跟柬埔寨在边界就有一点摩擦，有战争。对，结果呢，今天泰国的这个军队、泰国的将领带着媒体进去这个地方去看啦。你知道进去里面大家看到的呢，除了断垣残壁以外，还发现里面居然有你刚刚讲的诈骗版的好莱坞，里面居然有 Universal Studio。环球影城有环球影城，环球影城，这够开玩笑吧？太夸张了！而且我跟你讲，里面这个诈骗集团做的影城啊，超厉害。你看，你想一下，我们好莱坞的电影其实产值亏了8亿，对不对？对，诈骗集团产值也是亏了8亿，对。可是它的成本超低。你说现在这些东西都是假的，对，包括帽子，包括这个扛棒在上面，旁边还有什么？连这种旗帜。还有这种更夸张的，连这种嫌犯名字都有的。没错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这是上海公安局常用的一些标语，对不对？它就放在上面。你看后面还有5星旗呀，对，连中国人都被伪造。那伪造我们刚刚讲公安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我跟你讲，我跟大家报告，不止中国的公安局被伪造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别的国家也被伪造。我都为例怎样来得新加坡？新加坡你也知道，有非常多的诈骗首脑藏在新加坡。对，结果没想到新加坡收容这些诈骗首脑，自己反而变成被害。新加坡的警方，你看，你说是完全就是这个是新加坡的警，对，他们警察局真的是长这样的。对啊，警徽，然后里面还有他的警服，然后你看哦，右边是什么？印度啊，印度的警局里面的布景啊。边啊有一个橡皮溜管，还有像你怎样圣雄甘地，他的甘地的照片也都放在里面啊。这他也做得太久了嘛，对啊，还有巴西，还有澳洲，你看他们连英语也会讲，公英语马也通，然后印尼，然后接越南来，越南你看一下他警局后面有谁？胡志明，哇，他们的国父。我们刚刚看到他为什么要用警局？就是因为他用假检警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假检警要干嘛？视讯啊，譬如说我今天要诈骗吴政峰，吴政峰说我不相信你，我们来视讯吧。此时摄影棚就打开，你看我穿着中国公安的衣服，就跟你讲说，你看我后面都是被通缉的照片。如果你想要安全脱身，你就要配合我，你个 Q up 啦。好，我跟你讲，除了警局够瞎，你怎样？银行啊。连银行都被仿造了，真的假的？来，现在这边有2张照片，你看都这是假。跟你讲，这个绝对这个是假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制作单位很贴心，有写一个假，我不会被骗。是好，这也太像了吧？超像，超级像。你看上面的柜台，然后后面的背板，甚至它还有什么等身大图输出的广告文宣都有。那他为什么要做一个银行的这个行柜呢？就是要跟你讲说，我跟你讲，我今嘛进跟类银行了。然后如果你要获利，你要赚钱，其实我跟你讲，我们银行都有帮你把关。反之，如果你不听话的话，我跟你讲，赵二哥，你可能涉及诈骗哦。我们今天银行要监管你的账户喽。那你看到后面，OCB 这个银行嘎假，我还上网 Google，还真的有这间银行，完全去比对是一模一样。好，你来看它还有什么？还有它脚本，你看一下那个白板，白板上面就讲他们今天的诈骗计划、诈骗脚本，他怎么样骗吴政峰？他今天要骗吴政峰，他要为吴政峰因人设事、因地制宜，然后来做一个诈骗吴政峰的脚本啊！你看啊，它还有隔音间，你知道隔音间有2个功用。
第一个功用是我这个棚开中国公安，那个棚开越南公安，它两个可能会互相干扰。而且刚刚我们刚看到什么？它的黑板上面，它的白板上面，对，都是写中文字。没错。大家想说，哎，这里面是中国人，不是？这可以知道一件事情，你幕后的 boss。筹划人、写本的人，就是你中国人写出来。你看这边密密麻麻的都是，没错，这个而且简体字哦，所以这个不是台湾之光，这个是中国人呐。好，所以像这样子的情况啊，由这样子的一个因为太检战争而爆发出来的这个状况，很明显，这代表什么？代表说，如果啦，就算你复刻这个正义的外观啊，复刻公安、复刻警察，但是最后啊，你还是会变成什么？你的影城就变成断垣残壁啦！哈，你一定哦会被什么制裁？哎，慧珍，你知道吗？在这个世界上面，最坏就是那种骗子，骗人家的钱，还有那种就是贪的死他都不想去认这件事情。你看，我们之前已经谈过这个人徐虎品，他是什么？南京博物院的院长，结果他被查说，哦，你盗卖国宝。故宫的东西，或者是那种相关南京博物馆的东西，你把它说是赝品，就把它卖掉，对不对？结果现在还真的在他家查出了大秘宝了。你看到哦，他竟然把东西藏在他们家的夹层底下，是夹层一打开，这些不是都是国宝吗？是赵和，这根本是监守自盗。你看一下，整个共产党是怎么样栽培你的，让你当到了南京博物馆的馆长，让你当到了江苏省的收藏协会的创会会长，让你当到了这个富比士的中国杰出文化人物。结果你怎么样？有入斯文，当了一个贼呀！而且不是只有你当贼，连你的儿子都是贼。你看现在画面上看到了，地下室隐藏的夹层里面搜到110件的珍贵文物，其中有11件是故宫南迁的国宝级人物，然后呢，20多件是带出手的文物，其中有3件是故宫南迁的时候的配件，一个配套购物件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哇，有证据、有账本、有文物。就等于是罪证确凿。我跟你讲，你知道他多过分吗？他从1985年就开始变成这个馆长，结果人家说你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？你真的是有愧这个国家对你栽培。你知道他说什么？但还有道理讲。他说：“哎呀，我看到这个迁就的木箱啊，我看了，我一开始只是想打开来，我想看一下它里面有什么。结果打开来之后，才发现这些东西实在太美了，然后。”我就发现整个系统的漏洞比想象中大得多，漏洞就你挖的，你还敢说？不就是你把它开来了？你说你漏洞很多，你就把它拿走了，放在自己家里。是，然后这超级就党库通国库通我家的仓库，就这样子。他怎么敢讲这种话？讲的一副很委屈一样。结果你知道吗？他挖了多少东西？23件宋代的瓷器，11幅明清时的一个画册，都在他家随意的摆放。对，跟人家发现的是，竟然他家这个部分，他私自撕掉了2211箱。你现在画面上看到的一个封条啊，对，全部都是他弄的，而且很可怕，他经手处分掉的非法处置掉的东西。1259件，现在只找回140件，另外1000多件全部都不见了，下落不明。文姐，他们家的夹层真的是什么大秘宝，每个东西拿得出来很吓人。其中一个是什么？你看到这一幅画是什么？寒江独钓图。这个有在收藏跟那种看文物都知道。这一幅的价值，真的不能用钱来算的，价值连城。您看一下，它是南宋马远的一个作品啊，而且你知道，他说这个东西根本就是历史的一块，你现在竟然开国库通你家的仓库，你就把我们这整个国家对于中国来讲，你给一次盗国宝啊，这是何等的重罪！更可怕的是，他全家现在集体失联哦。你知道我刚刚不是提到吗？总共有1259件被他非法卖掉，现在只找回140件，其中有7件从海外追回，剩下1120件。完全消失无影无踪。而且你看到这个寒江独钓图，它原本是放在哪里？圆明园。结果当时1860年的时候，列强火烧圆明园，结果日本这个时候过来，把其中一幅偷了，
抢了之后，现在放在东京的国立美术馆里面，结果还去修复这些事情，结果中国那时候气死了，怎么可以把我们这么珍贵的东西给偷走了？就这么珍贵到说，连2个国家都可以吵架的东西，竟然放在他家里。是，所以让人家觉得，就是说他到底盗了多少的这么价值连城的国宝，现在被人家发现，你知道吗？很可怕。原来哦，他从1985年到2008年，他是这个博物馆的一个馆长，他就监守自盗啊。而且呢，你知道他根本是一连串的，怎么样一连串呢？他同时也是江苏省的文物总店法定代表人，所以换句话说，他是可以肩负这个文物是真品还是赝品。结果他就是这样子，怎么样呢？球员兼裁判，我就把这个哇，真的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水壶啊，然后呢，明明是南宋的东西，他说这个是赝品，赝品之后怎么样？哦，我就把它便宜卖到我儿子自己经营的拍卖公司，结果他儿子的拍卖公司再用真品给他出售，所以你知道很可怕，赚翻了，赚翻！他从1992年到现在2024年，他总共卖了多少东西啊？他说他横通国内中国的20几个省啊，卖到海外13个国家，全部都靠伪造文物销毁的记录，透过专家鉴定，把真品换成赝品，狸猫换太子，再把这个所谓的真正的真品卖到他自己儿子的店，然后就这样子去套现。所以真的是手法已经变成一个所谓的产业链，而且这些东西就是当时被他自己评定为是赝品的，结果赝品之后放到了他儿子的拍卖公司，拍出来多少钱？吓死人！3200万人民币耶！我跟你讲哦，这个3200万人民币哦，搞不好还是卖便宜了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在2017年左右啊，在香港苏富比啊，它有一个中国瓷器的专拍啊，其中有一个这个作品哦，叫北宋汝窑天青釉玺啊，它这个吓死人，它拍出多少？2亿9430万港元，刷新全世界中国瓷器拍卖的新天价纪录，12亿台币耶！对，这在全世界只剩不到100个。台北故宫也才22个，对，结果这个其中的100个内的还放在他们家里，是。然后如果又像你说，曾经有拍到12亿，对，哇塞，那你不是把最珍贵的东西你都还没有压箱宝，你都还没拿出来的，是最可怕。我们刚刚不是提到坏透了，1100多件都不知道流到哪里去，所以人家就说这个徐湖瓶哦，这真的你就把它扒了8层皮都不为过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知道之前嘛，就刚刚提到的圆明园，那个是被人家列强夺的，那个代表的就是你中国当时被人家列强所侵略情况之下，人家列强夺了你一个，结果你徐湖瓶这个内贼啊，你夺了1100多个啊，还流到卖国贼，真的是卖国贼。然后呢，这个徐湖瓶他现在就这样2手一推，好啊，我狼把它给嘛，不然你要怎么样？哎，就在摆烂，全家人全部都不见。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，新闻时事不漏接。老时段，新气象，我是钟浩和，关键时刻2.0全新出击。